今天这期昭和商业比较特殊，关于少女、City Pop 和消失的未来。这是 Cinebis， 我是恶童。小东西大时代。2024年，麦当劳在日本放了一支新广告的第一弹，到了2026年，总共放了3弹。播出以后，里面的运镜、里面的笑容、里面的夏天，这不就是把可口可乐1987年的神奇广告重新又抄了一遍吗？连歌都没有换，还是锦上大幅的 I Feel Coke。广告结尾说，那个时代的心情至今未变，无论何时都要大笑，明天也要一起微笑。这其实是麦当劳和可口可乐一起联手完成的致敬复刻。奇怪的是，复刻的东西比现在的创意还要有效果。评论区里充满了大量的怀念，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黑魔法能让大家念念不忘40年？不只是可口可乐，YT 上经常有那些动辄100万播放的80年代日本广告合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在里面看的是自己的荒唐的青春，没经历过的年轻人看见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未来。这些广告其实和 City Pop 一样，不光是旧时代的流行作品，也是今天商业资本可以反复调用的情绪资产。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期来看看昭和广告是怎么造梦的，谁在背后一起挣钱，以及40年以后我们为什么还会上钩。用日本来看世界。1983年，可口可乐推出了一个企划 Yes Coke Yes， 找来了当时15岁的早见优。他从小在关岛和夏威夷长大，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皮肤是阳光晒过的那种小麦色。镜头里的他在阳光下大笑，在海边奔跑。这短短的60秒，日本人一下子就看懂了想卖给他们的未来：海边、音乐和一瓶可乐，制造了一个叫夏色少女的名称。这就是新一代的日本少女，但他们只存在美好的幻境当中。那时候的广告完全不屑于卖货，因为它就是一场由消费资本、广告巨头、电视台和唱片公司和那些顶级的艺术家联手打造的60秒梦幻电影，虚构出一个让所有人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80年代初，为什么突然要开始造梦？因为那时候的日本企业发现，如果只讲啤酒麦芽度有多高，口红的着色度有多久，已经拿捏不了消费者了，他们必须要给商品注入一种更高级的催眠感。于是影视、广告和偶像工业联合发明了一种全新文化和消费符号——少女。催眠感的第一层出现了。少女和少男不同，它是一种很奇妙的存在。从心理学上讲，它可以代表夏娃，也可以代表初恋，可以代表自由，也可以代表最新的流行。对男人来说，它就像记忆里的初恋；对女人来说，它是曾经自由青春的自己。少女成了那时候最完美的精神符号。于是80年代，广告商和制片人开始疯狂制造少女神话，其中被资本捧上神坛的就是1983年以原田知世为代表的透明少女。身材矮小，皮肤苍白，眼神清冷，说话声音有点微弱。正是这种病态素人感在镜头前展现出一种无法被模仿的这种奢侈品属性。当时处在高热量、高欲望的泡沫早期日本，这种低饱和攻击感反而成了最稀缺的安定剂。然后角川电影、大冢制药、丰田汽车、松下电器这些巨头把最顶级的广告预算都纷纷砸在他的身上，为他量身定制的一系列的广告。当原田知世在镜头前抬起头，静静看上一眼，没有任何的卖货台词，却能瞬间勾起中年消费者对纯真感的记忆。然后是1985年的耳语少女，磁带和拉面找来了刚刚出道带着浓厚稚气感的高中生齐藤由贵。她穿着红色校服，对着镜头里诉说着自己的心事。她就像高中班级里坐在你旁边的素人同桌，让每个普通男孩都觉得她就像自己的初恋。广告里没有卖磁带参数和拉面口味，台词和商品也1毛钱关系都没有，她卖的是所有少女心里的那种秘密。从80年代一直到2026年的各类少女广告里，其中有一个品牌是绝对绕不开的。誘惑してもいいですか？它就是宝矿力水特。1986年，水之少女来了。当时大冢制药举办了第1届宝矿力美少女选拔赛，一个来自熊本县、年仅17岁、带着一脸灿烂的小姑娘脱颖而出，她就是后来闯到日本流行乐坛的森高千里。森高的出现打破了此前日本偶像娇弱易碎被保护的那种旧范式，她展现出一种主体性的生命力。就是这种健康的生命力，开启了宝矿力后来长达几十年的美少女运动美学。像后来广告里的宫泽理惠、一色纱音、后藤里沙、铃木杏、林濑遥，当时全部延续了这个血脉。特别是90年代初的一色纱音，有着非常蓬勃的运动感，在广告里奔跑、打球、骑单车，然后停下来用衣服擦去汗水，大口喝下宝矿力，
通过屏幕都能感受到一种原始生理爽感。当年轻人看着这些水质少女，就开始疯狂抢购味道有点奇怪的这瓶电解质水。但水质少女、耳语少女、透明少女还不算正统，这位才是日本媒体称为昭和第一正统美少女。她是谁？她就是1987年的影像少女南野洋子。南野拥有80年代最正统、最符合审美标准的脸庞，椭圆脸、乌黑直发，穿上水手服以后有种独特的气质。当时富士胶片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写真感，非常适合被胶卷记录，所以南野洋子在那个时代定义了什么叫被记录的青春。相机一直属于成年男性的这种硬核玩具，单反更是昂贵，操作复杂，属于中年男人的奢侈品。于是富士胶片为了把几百块的塑料小盒子卖给全日本，找来了当时风头无两的南野洋子，然后在放学后的公园里、休学旅行的巴士上、夏日祭的烟花下，少女们互相按下快门，随时随地记录了自己的青春影像。1988年，南野洋子拍摄了 JR 西日本的广告，但她并不是那个在站台上的等待少女。同一时间，15岁的森津绘里站在新干线的车站，躲在柱子后，手里拿着礼物，眼神有些委屈，有些期待，因为那天是平安夜，他在等一个回来的男孩。这支广告没有讲新干线的速度或者舒服的座位，更没有路线图，甚至没有台词。广告主题曲还是山下达郎的平安夜，但因为广告里的森津绘里，我更愿意把这个主题曲称为圣诞夏娃。这短短的几十秒，直接把圣诞约会变成了日本全民文化。夏色少女、透明少女、耳语少女、水质少女、影像少女，还有站台上的等待少女，她们卖的东西完全不同，但大家记得的是原田知世那双眼睛，是齐藤由贵对你说话的声音，是南野洋子被保存下来的笑容，还有森津绘里站在人群里的委屈。这就是80年代昭和广告厉害的地方。凤梨罐头总会过期，但少女可以为商品保存情绪。男人从少女身上看见了一场没有发生的初恋，女人从少女身上看见了曾经拥有或者本来可能拥有的青春。现实中的少女会一代代离去，但广告里的少女从来不需要有完整的人生，因为这个符号可以永远停在17岁。但他们从来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早见优身后有夏日色彩的南希，深津绘里的背后是山下达郎的 City Pop。 所以如果少女是催眠感的第一层，那音乐就是第二层。1983年，化妆品公司嘉利宝为了卖一个粉饼，找来了当时日本传奇先锋乐队 Yellow Magic Orchestra YMO， 就是细野晴臣、高桥幸宏还有年轻的教授坂本龙一。当年的 YMO 代表的是日本最酷最先锋的实验音乐，每次演出3个人都会穿着整齐的西装，站在合成器后面，脸上也没什么表情，感觉地球明天就要灭亡了。但为了配合嘉利宝的夏季肯派，这3个机器人不装了，一改之前的冷酷和前卫的形象，变成了3个微笑卖萌的夏日中年男团，还专门创作了这首夏日单曲《对你怦然心动》。你肯定会问，教授这号人物为什么会陪化妆品公司去玩？但对当时的音乐人来说，广告可不是接商单，那是当年最大的音乐作品流量入口，也是昭和时代的首页推荐。这支夏日广告不像现在全是枯燥的防晒防汗，那时候全是阳光暧昧、眼神和心动。音乐也设计得非常上口，既保留了前卫的电子乐，也采用了很轻快的节奏，还反复出现了心动的记忆点，很适合当时观众反复去跟唱。教授可能自己也没想到，这首搞怪歌竟然成了乐队在商业上最成功也是销量最高的单曲。原本只知道那些偶像歌曲的普通老百姓，在一夜之间也认识了这个先锋电子组合。嘉利宝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为了一盒粉饼去改造当时3个最先锋的艺术家？这些看似轻松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关于资本音乐传播的大型商战。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80年的春天，日本2家美妆巨头打响了跨入新时代的第一枪，这就是资生堂和嘉利宝的音乐大作战。资生堂当时为了赢下这场仗，找来了音乐界最顶的加藤和彦作曲，让刚刚出道的竹内玛利亚演唱广告歌，不可思议的桃子派。嘉利宝为了打这首桃子派，推出了渡边真知子创作的单曲《炙热双唇》，还找来了松原千明主演，用火热大红唇和职场 OL 形象直接硬刚。后来桃子派这首歌卖了40万张，直接把竹内玛利亚推上了成为 City Pop 女王的路口。其实这2家从1978年就开打了，2家化妆品公司推出了广告歌，合计卖了恐怖的130万张。接下来几年里，这2家只要一到夏天就会砸下巨额预算，一会儿到夏威夷，一会儿到关岛，一会儿到加州。资生堂如果你请顶级美术，那嘉利宝我就找顶级音乐人。这里有个数据非常值得注意，也能说明为什么很多音乐会在广告里首发。
当时70年代末，资生堂的销售额大概在2700亿日元左右，广告宣传费占了销售额的4到5个点，也就是100亿日元。同期整个日本唱片行业一年生产规模也就2300亿，注意是生产规模，广告宣传费也就只有100亿日元。换句话说，一家巨头公司一年的广告费抵得上整个唱片行业的广告预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唱片公司顶级歌手、作曲家、艺术家都会集体涌入消费品广告里，因为它是当时日本流行音乐最大的曝光入口之一。所以你看，包括山下达郎的成名曲《Right on Time》的首发，也是靠着 Maxell 磁带的广告。当时79年的时候，山下达郎已经穷得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如果新企划再不成功，真的就要退到幕后去给别人写歌编曲了。这时候 Maxell 广告团队找上门来。80年代初比较特殊，因为日本正处在车载音响和卡带录音机爆发的前夜，所以 Maxell 的磁带为了和死对头 TDK、索尼抢夺年轻人市场，必须要一种全新的品牌形象。所以他们不光让山下达郎创造了 Right on Time， 甚至还要求山下本人亲自出镜出演广告。这首单曲在公信榜上一路飙到了第3名，卖了40万张。山下达郎一夜之间从一个差点退圈的地下音乐人，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巨星。这就是当时资本和广告的威力。City Pop 就是借着这盒磁带和30秒的广告，从地下小众音乐慢慢变成了全日本中产泡沫生活的官方指定背景音。全日本的年轻人通过这些广告，也听到了未来的声音，了解了夏天的意义，小麦色的肌肤，海边的那些肆意狂笑，觉得这些才是富裕、独立和年轻的象征。于是大家开始成群结队的跑到沙滩去晒日光浴，美黑油也卖到了断货，大学生暑假的第一选择也变成了海边冲浪。当所有人都知道口红可以化妆，磁带可以听音乐，电视可以看世界，那消费巨头们就很难只靠搞参数强迫你再次消费了。所以他们必须卖幻觉给你，用强大的资本打造一种你从未体验过惬意虚幻的那种催眠感。如果说音乐让广告有了记忆，少女让广告有了幻觉，那最终把第3层这一场催眠感推向最巅峰的，就是可口可乐广告里呈现出的那种高级无痛感。我们可以看看开头提到的广告，1982年的可口可乐还在向日本推荐西海岸的美式阳光生活，但到了1987年，日本人不需要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了，因为东京已经成了世界中心。于是 I Feel Coke 才会横空出世，把镜头对准了整个日本社会。写字楼里的年轻白领，街头狂奔的精英青年，还有阳光下交谈的混血模特和那些海边冲浪的少女。这里有个有趣的地方，就是根据当年的制作人回忆，团队为了找这种不像演员演出来的笑，用了大量的普通人，在代代木公园连续3天，让大概500个人连续打球，然后观察谁的表情更加自然，再去筛选，然后还专门观察候选人在喝可乐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在韩馆拍摄的时候，总共面试了大概500个当地人，外景也整整拍了1个月。所以在这个广告系列里，你看到的每个普通人都感觉在优雅的生活，每个普通人都在真诚的微笑。现实中压抑的加班、高昂的房价、残酷的等级，在广告里全部蒸发了。所有现实中的摩擦也被彻底抹除了。这就是电通和博报堂这些广告巨头最可怕的黑魔法，打造了无痛现实。80年的广告背后是膨胀到极点的企业预算，他们用最高级的音乐、少女和无痛感剔除了一切痛苦，然后提炼出纯度100%的幸福。它给整个社会注射了一管剂量庞大的麻醉剂。时代下的人们怀着虔诚的信仰来看这些广告，大家都认为只要我自己多加一会儿班，只要喝下一罐可乐，或者再买一台 Walkman， 自己就能彻底告别痛苦的现实，跨进那个没有摩擦、永远灿烂的虚幻世界。电视里的梦幻泡影在1990年轰然破碎，彼时广告的分水岭也立即展现了出来。那些充满斗志昂扬的乐观主义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讲究实用主义、折扣广告和性价比的优衣库时代。但回到我们最开始抛出的那个问题，麦当劳为什么要复刻87年的可口可乐？为什么今天那些没经历过昭和泡沫的 Z 时代依然还在看这些老广告？答案其实很残酷，我们看的从来都不是过去的日本，是一个从未兑现的理想未来。80年代的日本广告捕捉到了人类历史上可能绝无仅有的一瞬间，科技蓬勃发展，财富快速积累，而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还没有带来后来的焦虑、压抑和碎片化。这种对明天充满100%的乐观主义精神气已经彻底失传了。在社会焦虑、经济停滞的今天，这种快乐的确成了最稀缺的消费品。当年的广告其实只想卖一瓶饮料，但无意間替那个时代的日本保存了一个表情。他把一个复杂、疲惫、欲望的时代剪成了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认领的黄金记忆。这里是 ThinkBiz， 我是儿童，我们下期见。
way to